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雪，欢迎大家观看这一次非常短片的他来的那天。这个是周年庆的预热活动，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套装。这个套装是拉梅尔的，就是上一次隔的，就是那个海龙套。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我觉得拉梅尔可能跟这一次的周年庆有关，所以我想先说一下。而且呢，拉梅尔的感觉有点像微光，就是跟不同世界的自己有所连接。或根据我的了解，还是我没有好好的了解，拉梅尔只跟一个时空自己有连接，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可能等他到死为止呢，才可以跟其他世界的自己连接。所以我觉得呢，这很有可能呢跟周年庆的活动有关系。那么事不宜迟，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次的预热活动的故事。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废墟、信鸽、苹果、Sevilla 组织、大喵，这不是尼尼尔吗？废墟确实是废墟，这图片，这是信鸽，确实是信鸽。苹果 Sevilla 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是废墟吗？大喵是尼尼尔吗？那我们来看吧，看大喵这一次也干了一件大事。那么来吧，我即将抵达的地方叫做奇迹大陆，那是个很神奇的地方，有不同风格的美，每种美丽都有自己的力量。这是我最熟悉又陌生的起点和归宿。无数次，我独自一人踏上拯救这片大陆的旅程，而这一次就是轮回的终点。我一定会拯救这个世界，让这片大陆一直存在，让美丽的奇迹永不褪色。废墟孤岛，这里是智慧栖息的国度，无数追逐理性、笃信科技的人才汇聚于此，以求知欲为范，在未知的疆域里不断前行。科技的光芒如灯塔闪耀于此，无数远超时代的奇异发明在此诞生。但那只是浅显的。岛屿附近的环塔实验室中进行着废墟最核心的研究项目，对记忆之海的观测和拯救奇迹大陆的计划。跟着精密仪器组成的复杂丛林里，人工智能助手微光悬浮着跟随在每位研究者身边，为他们实时提供数据支持，调取资料，校准参数。实验虽然忙碌，却秩序井然。正因如此，那一声奇怪的轰鸣显得格外刺耳。研究者们从研究中抬起头来，赫然发现所有对记忆之海的检测设备光凭奇迹一变，原本不断波动的能量曲线全部化为了一条平直矢数的横线。科学家们立刻尝试纠正这个错误，重启程序，检查端口，更换备用设备。可无论重复多少次，那条死寂的直线如一条横亘于前的深渊，难以跨越，一动不动。所有可能的补救措施都失败后，他们得出结论：废墟对记忆之海的检测仪器全部失灵。他们以那片神秘领域之间的连结已被无声斩断。科学家们不约而同地停下手头的工作，议论纷纷，看向身侧的微光门。微光门的表情并不惊慌，微光从不惊慌。助手分身们身影渐淡，或作一颗颗闪烁蓝光的粒子汇聚到一起，重新在实验室中凝聚出微光的形象，如星云般闪烁在虚影立于实验室中央，面容平静无波，嘴角带着一抹设定好的温和微笑。意外与变数也是计算中的一环，无错与惊慌不存在于他的逻辑判断里。于是科学家们也平静下来，仰望着他，等待这位人工智能，这位废墟真正的主导者发出新的指令。我们已经收集了足够的数据，足以支持理想城计划顺利开始。亲爱的科学家们，真理不会死去，不要停下研究，你们的努力会成为拯救的基石。科学家们相视一眼，没有多余的犹豫，再度投入繁复的实验工作中。
实验仪器运转的声音，只见敲击键盘发出的细微声响再次交集响起，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寻常。微光并未离去，他的分身仍游走在科学家之间协助工作，而他的核心运算单元却执行了一条脱离工作逻辑的指令。他缓步走向实验室的落地玻璃幕墙，望向天空。或许是无数次重复的轮回，在他的底层代码中留下了某种惯性。冰冷的数理逻辑之外，竟也滋生出类似感知与预判的能力。他能感觉到某个存在时空中无数次与他相遇的少女来到了这里。这一次，他拯救的可能性依旧是零吗？这个是一个很深奥的问题，而且这一次跟微光有关系。在前几次的周年庆都是跟莫秋丽有关系，然后之后莫秋丽呢，她成神离开了，不知道去干嘛，可能就是在努力的。然后这一次呢又是微光，之前3周年的时候也是微光，4周年的时候，5周年的时候是周跟小海和暖暖，6周年的时候是里奥里德，今年微光又出现在周年庆了。那么来吧，最后一个信鸽，跟奥菲利亚有关系吗？信鸽王国，这里是人类与精灵共生的乐土，风貌苍翠的森林延绵无限，将土地温柔环抱。微光信仰在此代代相传，普照追逐光明的国民。此刻，人类与精灵共同的女王正在圣堂中祈祷，光芒拂过她美丽的光翼，也照亮她美丽而苍白的脸。恍惚间，石墙以辉光倏然隐去。奥菲利亚觉得自己正置身于慵慵耸耸的古老森林之中，草木与水泽的充沛气息扑面而来，仿佛他只要伸出手就能触碰到生命古老而蓬勃的脉络，在自然中寻得生机与希望。但他才动了动指尖，只一眨眼，镇静的水流声就将他唤回现实。他又回到了石质的地宫圣堂里，回到了源流之境的前方。水波流转的镜面之上，澄澈的光芒如连旗荡开，那份光辉记录着精灵流传至今的历史，从路德伊带着源流之境走出森林，到历代信鸽的国王和女王们在他面前许下守护信鸽的誓言。那誓言以历史本该如辉光一般恒久不变，却不知为何在女王的脑海中突然变得朦胧模糊。奥菲利亚有一瞬的光哭，但她很快就为此找到了合理的理由。或许只是因为现在的我太软弱了，圣经的能量在衰弱，王国正步入无可挽回的黄昏。一定是因为我太过软弱，才会想要回到森林。奥菲利亚合起双手垂下头，垂落的长发遮住她忧愁的眼睛。但信鸽的女王不敢软弱，我必须要坚强起来，去面对一切。为此，她应学会舍弃，学着放下那些让她产生不安与软弱的事物，比如一段记忆，比如一个约定。她不知道做出这个决定是否为时过早，或者已经迟了太久，但无人可以质疑她此刻的决心。于是她一步离开地宫，前去寻找她的老师，那位拥有提取记忆能力的乐师。然而当她抵达老师为她授课的教室，却看到银发的乐师正巧走出门去。莫迪先生。素来温雅从容的乐师并未应声，甚至没有回头。奥菲利亚这才注意到他空茫失神的神情与他在祈祷时的欢呼十分相似。奥菲利亚上前一步，想要扶起莫迪，却先注意到了他胸前晃动着一片小小的晶莹的光。那原本是一枚简洁的圆环吊坠，是老师非常爱惜的装饰物，但不知何时它竟碎裂了，缠绕圆环的银线之上，只剩下半块小小的碎片摇摇欲坠，却仍在反射着转瞬即逝的
虚幻而柔和的幸福荧光。所以莫提这是因为老师给他的圆环吊坠碎了，所以他才眼神才那么的空洞，然后就弄碎了他的情吗？所以这一次也是和理而理得有关系吗？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苹果。苹果发生什么事？苹果联邦共和国，这是一处充满活力的国度，繁华的灯光不分昼夜的闪烁，行人衣着时尚，步履匆匆，连空气也充斥着摩登气息。潮流与革新如浪潮般推动人前行，时代向前奔涌，焕发出蓬勃而热烈的生机。立足于城市的制高点，俯视街景，能见到闪烁连接的灯光如一张重横交错的网，连天上的星辉也不如地面的霓虹瑰丽。这样辉煌而开阔的景色，属于掌握权力的强者，属于莫丘利财团的总裁。总裁办公室内，莫丘利收起财团的经济报表，点开移动终端，调阅纽因岛发来的实验报告。为探寻记忆之海的秘密，纽因岛实验室耗费了无数人力与资源，只是时至今日，实验早已陷入长久的瓶颈，进度迟迟难以推进。他并未丢失对记忆之海的感知，但他也始终没有找到踏入那片领域的方法。失去沉浸之时，莫丘利突然感到一阵微妙的眩晕席卷而来，那是他的力量，他的胰脏。他以此无数次击溃对手，也以此从生命危机中安然脱身。那是他的设计师之影。黑猫轻轻喵了一声，轻柔的长尾慵懒地扫过他的指尖，像是某种无声的安抚。就在这时，敲门声打破了室内的肃静和异常。什么事？总裁先生，财团的朋友传来内部线报，在今日的苹果军方高层日常会议里，对北地的进攻意向远超以往。知道了。力量的失控，人形的混乱，战争的预兆，他有预感，袭击大陆的局势即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都不会影响到莫丘利，掌控一切的强者会永远坚定地朝着他的目标前行。他从容地取过挂在衣帽架上的风衣，搭在臂弯，执起手杖，动身前往去应对这场新的变局。不是那个，莫丘利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他不是通往成神之路了吗？不是，讲错，他不是去一之海了吗？他不是去了一个我们都去不了的世界了吗？没有啦，其实我知道为什么了啦，只是呢，我要来假装一下，因为呢，现在活动故事我已经看得差不多了。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总结来说呢，跟世界离不开关系啊。当然是什么世界，那就另外说啊。想要看活动故事的话，可以看一下我的影片，我不知道我发了吗？那么接下来 Sevilla 主持，当然说是一个很弱的主持。我不可以偷剧，继续吧。苹果与荒原的边境，Sevilla组织基地，他们是直面灾厄的守护者，始终行走在危险的前沿，也是沉默逆行的守密人，以血肉之躯筑起对抗裂隙的屏障。在世界背面的光影之间，Sevilla组织一直在为拯救世界而努力。尼尼尔的边境小镇风光明媚，微风里浮动着浅浅花香，却在靠近小镇远郊的一处山林时，发生了诡异的变化。香气、晴光、暖风都如被抽去了生命力般褪色，凝成一股深沉而幽静的气息。Sevilla组织判断这是一处裂隙造成的迹象，派出代理光主组长罗前来处理。达达利的光主队员随行。与裂隙对抗总是伴随着危险与不可预知的变数，但这对Sevilla成员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的日常。幸好兰卡医生够努力，最近组织的基础装备也更新换代啦。罗，如果你和兰卡医生少吵两句，说不定有助于他的效率提升，装备更新会更快哦。
罗皱着眉看向塔塔利，歪起嘴角露出了一个古怪的堪称真理的笑容。哇，什么意思啊？我提高了效率，但你的工作质量没进步，这是悖论。好了，知道了，我执行任务就是了。塔塔利集中精神，将视线转向面前那片导致周围区域褪色的裂隙。变故却在此时突然发生，在塔塔利眼前，以对周遭事物的感知构建的64格上，黑与白纷纷裂解，秩序井然的棋盘顷刻崩碎，而分布在棋盘上的棋子如同褪色的香气和被撕裂的暖风，轰然四散而去。失控感只持续了一瞬，塔塔利强迫自己重新构建认知棋盘，迅速稳定下来。可当他睁开眼，却看到所有同伴的设计师之影都不约而同的失控，好像在那一瞬间，有什么至关重要的事物不可挽回的消失了。失控时恐慌的情绪骤然蔓延，练习也被那重拾的负面情绪感召着迅速扩张，转眼便已经拢在众人脚下，眼看着要将在场众人尽数吞噬。混乱之中，唯有一道身影仍是镇定的。裂隙扩张的瞬间，罗已经做出了判断。作为光主族长，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当裂隙失控暴走时，沈菲尔还留有最后一种手段。那是历代沈菲尔成员在绝境中验证过的办法，亲身跃入裂隙的核心，以自身为代价关闭裂隙。没有一刻犹豫，罗朝着狰狞的裂隙重新跃入。罗，塔塔利几乎是立刻觉察了罗牺牲的事实，但他仍忍不住向前跑去，徒劳的想要挽回什么。被从内部缝补的巨大裂隙沉默着收紧，单说爆发出剧烈的光芒，旋即熄灭，就像刚才失控不过是刹那的幻觉。却有一枚金色的羽毛笔被高高抛起，从黑暗中穿出，落在裂隙边缘。塔塔利拾起那支笔，茫然地立在原地。失去了最后一位光主的代理族长之后，没有人能再知道这支金色羽毛笔的用途。现场一片狼藉，沈菲尔的成员沉默着，他们习惯了生死，却始终不能习惯失去。塔塔利看着裂隙，又看着手中的羽毛笔，一把抹掉脸上的泪水。打起精神，任务还没有完成，清理现场，检查异象波动。有外援的成员需要立刻接受治疗。他克制着手指的颤抖，激活通讯设备，按下现在能想到的最可靠的一名沈菲尔成员。洛昂，你还在幻影镇吗？请立刻返回基地，我有重大事件要报告。啊，罗牺牲了。虽然我知道，不可以偷曲线。罗牺牲了，罗竟然牺牲了。没想到棋盘格的那两双子居然还有出现在周年庆的一天，他会在周年庆活的故事里面出现吗？我真的不懂真的。那么接下来是大喵，大喵第一次出现在这个字里面啊！大喵怎么了？我知道今年的周年庆好像有刀到大喵来着。那么来吧。洛登大酒店最上层，这是一间豪华客房，它配备了客厅和厨房，沙发和床铺都经过精心挑选，是招待贵宾下榻最合适的住所。但床边有些突兀地摆放着一个明黄色的小窝，窗边的花瓶里插着几只向日葵，又让它看上去像一个温馨的小家。只是房间的主人离开有段时间，缺乏照料的向日葵在红色的卷取了明调的花瓣。结束了这些天劳神费力的七国巡演，安妮终于回到了这里，任由疲惫的身躯瘫进柔软的沙发，缓缓闭上眼睛。她很累，身体得到了放松，但大脑却仍不愿停止思考。这一趟巡游收获颇丰，他与七国和国际组织的高层接触，凭救世主的名望促成七国的首次合作，也得知了不少隐秘情报。设计师之影失控，对记忆之海的观测失效，沈菲尔遭遇重创，所有的变异都指向同一个时间点，他来到这个的那一天。但现在他没有闲情去梳理这重重谜团，
细究幕后可能存在的阴谋。这一切无非指向两种可能：这是危机到来的征兆，或者是他已经拼命应对的灾难现实。他已经在尽力解决裂隙灾变引起的问题，目前的局势已经趋于平稳。他已经足够努力，也已经拼尽全力，他无法挽回所有的错误，也不可能拯救所有人。安妮闭目沉思，她以为自己只思考了很短一段时间，在睁眼时，房间里却是一片漆黑。时间是从何时转入黑夜的？她开灯了吗？她为什么如此松懈？安妮正要提起警觉，忽然啪嗒一声，开关按下，那黄色的灯光洒满整个房间。大喵两手高高捧着一个奶油涂得歪歪扭扭的蛋糕，从厨房里跑出来，充满活力的声音一如既往：“欢迎回来，暖暖。”大喵将蛋糕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眨着亮闪闪的眼睛，期待着望着他。今天是我和暖暖来到这里冒险的1周年纪念日，这个蛋糕可是本喵亲手做的，我们一起吃吧。安妮忽然想起，她已经很久没有好好陪大喵了，也很久没有听到暖暖这个称呼，带着些许愧疚与惯性的溺爱，她伸出手轻轻擦去了大喵鼻尖的奶油。大喵没有错过他眼睛里一闪而逝的愧疚，小家伙跳上桌面，挺起胸膛，直视坐在沙发上的他。暖暖，别伤心，以前那么多轮回你都没有带上我，这次能够和暖暖一起来到奇奇大陆冒险，本喵已经很满足了。只是我太弱小，这里又太危险，总是帮不上你的忙。才不是这样的，大喵已经很努力了，是你一直陪着我，给我带来勇气和力量，我可是大喵的头号粉丝。等解决完这个世界的危机之后，我们就一起好好去冒险吧。我给你做一件新斗篷，我们吃遍奇奇大陆的五花肉。不用等以后呀，暖暖马上就要去妮妮尔王城了吧？本喵和你一起去。要是没有本喵跟着，暖暖遇到危险可怎么办呢？安妮犹豫着，指尖微微颤抖，大喵立刻贴上去，毛茸茸的小爪子轻轻捏住暖暖的指尖，将那只手放在自己的头顶，摸摸大喵头，往事不用愁。他确实有点撑不住了，但此刻崭新的温暖触感又将这些天累积的疲惫缓解了一些。安妮缓缓歪起嘴角，点点头，轻轻地拍了拍大喵的小脑袋。好，这次大喵和我一起去。太好了，暖暖，快尝尝蛋糕吧。本喵记得这是你最喜欢的草莓味。他插起一块蛋糕送进嘴里，浓郁的奶油在舌尖化开，融合了清香酸甜的果肉，的确是他过去最喜欢的口味。只是对于现在的他来说，他竟然有些甜过分了。要泪目了呀，要泪目了呀！此话怎么说呢？大家请记得这个充满温馨的画面，以后可没有了呀。既然有这个画面，肯定是有后续的呀。说一句，大喵牺牲了。哈哈，我偷鸡了。我这算是透气吗？那么这次的预告活动就是结束了耶！没想到我拖了这么久啊！前2集呢，周年庆还没有到，所以我也不知道在说什么。然后后3集呢，我看过了，我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才知道原来有这回事儿，还有在想为什么洛安会到那边，原来是因为洛洛丽找他。哎呀，没事，反正周年庆都过这么久了，大家都已经看了吧？反正我也没有透支的。那么喜欢这次的预告活动的话，记得下方留言、再分享出去，还有千万不要忘记订我，打开我新的小铃铛哦。那么我们下集影片见，拜拜，拜拜。暖暖也说一句拜拜吧，拜拜。